美军总结的俄乌冲突经验，没想到解放军又做对了。不知美国的军方人士会怎么想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爽。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成功的反击俄军之后，美军的高层对这场战争似乎又有了新的看法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高级将领说，从乌军如何与俄军作战中可以学到许多的经验教训。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·伯杰认为，乌军赋予基层部队的自主指挥权，以及在使用侦察和反侦察手段，以提升火炮的攻击精度，以及防范被敌方反击等方面做得非常成功。伯杰说，即使面对人数超过自己2倍、3倍、4倍大的阵型，如果己方是机动部署的，火力是分布式的，如果训练有素，领导良好，实际上可以实现与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对手对阵。乌克兰相对于俄罗斯的一大优势是，其小型部队可以独立作战，对战场态势做出快速反应，而俄军部队在高度严密的指挥等级的制度下，必须等待上级总部的指示，无法对战斗动态做出快速反应。另外，乌克兰军队在小型战术单位的侦察方面做得非常出色，值得美国海军陆战队学习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最高军事将领马克·米利表示，俄乌冲突表明未来战争将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城市。美军目前的旅局战斗队规模还是太大，反应还是太慢，无法适应人口密集、楼宇众多的作战环境。未来，美军需要发展更小型的合成营，拥有更强大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。自此，我们从美军高层对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一点：真正能够适应未来战争形态的，不是俄罗斯军队的营级战斗群，也不是美军的合成旅，而是中国军队正在推进的合成营编制。俄罗斯军队的营级战斗群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实现信息化，后勤供应和支援保障能力差，更不像合成旅一样拥有强大的持续作战能力。而美国的合成旅呢，它的主要问题是编制规模太大，几乎与原来的陆军师没有什么区别，难以适应以小分队为主要作战形态的战场环境。美国军方发现自己的战略性竞争对手在这件事上恰恰做对了。当然，这里说的就是解放军推动的合成营和合成旅的改革，没错了，说的就是咱们的解放军。中国的合成旅讲究的是高度合成化，这其中就合成了步兵、装甲步兵、炮兵、防空兵、特种兵、工程兵、通讯兵等不同的兵种。合成旅的旅部很小，一般下辖5个合成营，包括防空营、火力支援营、炮兵营、装甲营、综合保障营各1个。所以解放军真正的作战单位是合成旅下的一个个合成营。我们每个营的人数没有俄军的营级战斗群多，但是装备成体系化，而且还具有信息化优势。我军的合成营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是俄罗斯军队没法比的。解放军合成营的每个作战平台既是信息节点，又是火力节点，还能获得整个国家的情报信息系统的支持，并获得后方空中的远程火力打击支援。而这些都是花费了大量资金，并且经过多年建设而得到的结果。解放军的合成旅也会分成重装合成旅、轻装轮式合成旅和高机动合成旅，前者都是履带式车辆组成，而后者都是由轮式车辆和轻型机动车辆组成，拥有相同的推进速度和越野能力。重装合成营适合攻坚作战，轻型合成营适合穿插、突击等作战任务。美国的米利将军想象的作战分队，其实就是中国正在发展的
以猛士高机动装甲车为通用平台打造的轻型合成营。这是一种机动能力好、火力强、信息化水平高的作战分队，特别适合城市的作战环境。美国军方认为，未来战争中城市战会是主要形式之一，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中国陆军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是非常正确的。因为一旦中国大陆被逼通过武力完成统一大业，我们面对的正是对岸的城市群。一支完全信息化的合成营才是快速获胜的关键。对此，美军和俄军都要好好的想一想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